大家好，有一个人，他明明在敬业表演，结果却被全场笑到翻天。有一位平时温柔恬静的女歌手，突然破格爆喊，让现场的艺人惊呆摔倒。还有一场本来是金曲致敬的节目，竟然演变成一连串走钟的戏码，这到底是精心的设计，还是完全失控？综艺一级棒最新一集真的太妙、太疯狂、太离谱了，让人看完只想说一句：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一群主持人吗？先别急着猜答案，我们先从一首歌、一段戏、一种情怀慢慢说起。话说这一集综艺一级棒的主题是闪光 K 歌欢歌年代金曲，一开场秀兰玛雅就用叶启田的鼓追仔火力全开，整首歌原本是温暖怀旧，他却唱得俏皮又灵魂感爆棚，音色不但细腻，还穿透力十足，直接让主持群集体下巴掉地上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这一首鼓追仔之后，气氛竟然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异动，该不会有人在铺梗吧？接着节目走向了所谓的纳卡西年代，刚刚一边解说纳卡西以前在酒家里面想唱歌，就会叫一组人来伴奏，通常就是鼓手、键盘跟吉他三人组。这话才讲完，歌手苏有容就顺势补充：我5岁就开始在我们家餐厅驻唱，因为我家以前就是开餐厅的。纳卡西常来，气氛一度变得很怀旧，但主持人们的表情却逐渐开始变得暧昧含笑，像是谁知道下一段会发生什么似的。广播点歌年代的回忆一上线，许志豪马上开启深情模式。以前广播不只是点歌，他还是大家心灵的伴侣，能谈心，能说故事，像吴乐天，就像讲古广播剧的传奇人物。他这话刚说完，没想到康康突然纵魂上身，声音一转，表情一转，现场瞬间穿越回民国初年。我是廖天丁，他一人分饰多角，演出红龟跟涂角伯争锋的场景的时候，突然激动的敲地板模拟敲门声，结果砰，太卖力了，一手敲到痛得变形，观众笑翻，艺人笑翻，康康自己痛得龇牙咧嘴，还忍着演完，只能够边揉手边怒喊：我这么正经在演，你们笑什么啦？这跟布袋戏其实没两样，好不好？但这一段才刚开始，更荒唐的正在开始。轮到陈梦贤介绍接下来的演唱名单，本来是司仪简单任务，他却突然切频道，直接歌仔戏女旦附身。接下来原邀请沈建豪演唱港都夜雨，整段腔调阴柔到一个极点，一旁的陈随意忍不住也跟着模仿。没想到刚学了个2句就被大家吐槽，你那声音听了不舒服耶，面一点啦。笑声再起，但最让人掉下巴的还不止这一段。平常温柔似水、气质如兰的杜新田，在一口回音式介绍桥段的时候，竟然突然爆喊一声嘿，现场的艺人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瞬间全体钟一摔，陈梦贤当场跳起来喊走钟，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杜新田了。这么突然的崩坏式突破，到底是谁下的指令，还是其实有人早有预谋？从走钟式的介绍到广播魂上身的暴力演出，再到仿歌仔戏腔调的奇幻互动，综艺一级棒这一集可以说是走在传统跟创新的临界边缘。但让人好奇的是，为什么主持群会在这集会当中如此的放飞自我？真的只是为了娱乐观众，还是另有打算呢？如果我们拉远镜头来看，其实近年来在华语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趋势，越来越多的节目开始在原本歌唱或者游戏型的节目当中融入了剧情、角色、即兴互动。例如韩国的 Running Man 早期就是玩游戏，后来逐渐加入剧本的设定。
而大中华地区的披荆斩棘也开始出现了小剧场跟舞台剧的桥段，这是否是一种节目竞争压力下的进化呢？那为什么连原本以稳重主持风格著称的康康、许志豪、陈梦贤都全部愿意走中出演呢？再翻翻历史，其实早在60年代，台湾的广播剧就已经是全民娱乐主力。吴乐天的声音陪伴着无数人上下班，走过青春和老年。讲古的说书人角色有时候比电视明星还要红，所以这一集用讲古来包装金曲，或许也不是乱来，而是制作团队想要复古翻新，打情怀牌。但偏偏刚刚用力过猛，手敲到疼，杜金田突袭式吼叫，陈梦田走音又走腔，这些不按牌理的表现方式，反而让节目出现了笑中带泪的荒谬感。至于最有趣的，其实还不是表演，而是这一群人玩过头之后的反应。康康真的疼到不行，还强忍着演，还骂大家笑什么。陈梦贤自带 BGM 做广播剧，还要模仿讲古语调。许志豪虽然是点歌服务生，但也配合演出帮大家递酒点歌，一脸专业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兼差过。这样的节目其实不止搞笑，它背后传递出一种信息：演艺工作者即便有再多的包袱，只要愿意放下身段、接地气，观众就会给掌声。也提醒我们，真正打动人心的节目不是靠流量，而是靠真心跟用力。即使有时候用力过猛，敲到疼，观众也会记住那一份真诚。这期节目让我们看到了康康的坚持、杜金田的突破、陈梦贤的喜感、许志豪的综艺魂，还有整个综艺一级棒团队跟节目内容的疯狂创新。真相就是没有走中，哪来经典？有时候那些看似失控的桥段，反而会让人留下最深刻的记忆。一首诗，正如一首诗所说：笑声背后藏真情，荒腔走板也是音，一拍敲疼接故事，无厘转折最传神。看完今天这一集，有没有让你回想到自己曾经追过的广播剧、点过的卡拉 OK 歌呢？你曾经被哪一段节目笑到不行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下集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。阿峰在这里祝大家平安、快乐、吉祥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，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，冷暖人情，人生百态，从写稿、拍摄到剪辑，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，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，请加入会员频道，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。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、幕后花絮、点名感谢上榜机会，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，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，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，也成为你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我们会员专区见。